上一讲谈到，在汉帝国的南疆以南，明越攻打东欧，东欧向汉帝国求救。对于年轻的汉武帝而言，这是一次不大不小的政治考验，救或者不救，各有各的道理。一旦做出了错误的选择，国家里会不会蒙受损失倒在其次，重要的是自己的政治威望会被严重打击，这是年轻皇帝的自尊心绝对不能容忍的。对于这种级别的国家大事，田汾的意见至关重要。田汾建议坐视不理，因为这种事不但管不过来，而且就算管得来，对汉帝国也没有什么好处。但是才被提拔不久的参谋官庄助不留情面地反驳了田汾。庄助依据的是儒家理念，认为华夏政权的最高统治者就是全世界所有政权的大哥，有义务替那些受侮辱与受损害的小弟讨还公道，维系一个良善的世界秩序，使人间的政治秩序和宇宙秩序保持同频。那么如果追问一句，各个政权为什么就不能平等相处，个人自扫门前雪呢？答案很简单，因为肉眼可见的宇宙秩序并不是这样的，不然的话，为什么天上只有一个太阳，而不是2个、3个呢？儒家总结这种自然规律，核心结论就是物不能两大。一旦天有2日，民有2王，一仆2主，那就永无宁日了。除非动荡到了最后，终于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也就是说啊，尊卑秩序首先是天理，其次才是人伦。所以一家之内要男尊女卑，一国之内要君尊臣卑。而当两国之间要搞外交的时候，两国国君也必须有尊有卑，有主有从。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平等邦交是一个很晚近才出现的观念，它起源于欧洲的30年战争。战后的1648年，各个参战方在神圣罗马帝国境内一个叫威斯特伐利亚的地方签订公约，确立了这样一个原则：各个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这个体系被称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今天的联合国里，不论大国小国，一国一票，这就是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来的。当初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约定，实在是打架都打不动了，还都拿对手没办法，这才退而求其次达成妥协。今天我们觉得这种观念的形成实在是难能可贵的进步，然而回顾历史，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之后，战乱反而更频繁了。原因不难理解，头上没有大哥了，没人做得了仲裁，镇得住场面。同样的行为模式在黑帮历史上也很常见。一座城市里边，一旦黑老大缺位，无论是被政府铲除了，还是被对手暗杀了，那么各个街头火并非但不会减少，反而呢总会愈演愈烈。大到国际秩序，小到帮派秩序，不平等的程度越高，稳定性呢也就越强，代价就是不公平。相反，平等的程度越高，对公平呢就越容易锱铢必较，代价一是稳定性差，二是对公平的追求往往得不偿失。另一方面，人呢只要一扎堆啊，自然的就会分出3、6、9等，形成组织化结构。所以物不能两大的模式特别符合人的天性，在古代社会很容易被接受。我们看田汾和庄助的意见冲突，即便是提议对闽越和东欧的战争袖手旁观的田汾，也并没有否定汉帝国的大哥义务，而仅仅是嫌麻烦怕吃亏，所以咱懒得管。那么话说回来，汉武帝会采纳谁的意见呢？我们不难想见，武帝正值精力过剩，渴望呢大展宏图的年纪，刚刚接手的又是一份相当丰厚的家业，一定会被庄助的意见骚到痒处。那结果正是这样，但武帝的指令相当令人费解。一方面认为田汾的意见不足取，一方面又说自己登基没多久，不想动用虎符征调郡国的武装部队。也就是说救援东欧是要救的，但是虎符不能动。那还怎么办呢？武帝的办法是一事不烦二主，既然是庄助出的主意，就派庄助去救东欧，但不给他虎符，只让他呢持节到南疆和越人接壤的会稽郡征调当地部队。这可真是前无古人的安排呀。需要解释一下，节
是使者的信物。庄助如果只是持节到会稽郡，那么对于当地官员来说，看到庄助手里的节，就知道他是朝廷派来的使者，该接待的就接待，该领受命令就领受命令。但是领受的命令是有限制的，如果要调兵，那就必须有虎符不可。只有当使者手里的半只虎符和当地保管的半只虎符吻合上了，地方军队才可以供使者差遣。汉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对郡国的军事动员能力设置了重重枷锁，唯恐诸侯王和地方长官利用军队搞叛乱、搞割据。这样一看，庄助持节到会稽郡调兵，这分明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做出了救援东欧的决定，让庄助带上虎符，又是多难的事呢？再看武帝给出的理由，自己登基不久和不给庄助虎符这两件事之间，好像看不出有什么因果关系啊。这显然是在难为庄助啊。但如果把任务派给别人，别人呢就一定会向武帝讨虎符。如果武帝还是不给，那么使者到了会稽郡也一定只是例行公事。郡里的长官愿意破例，当然更好，那就出兵救援东欧；不愿意破例的话，自己原路返回也能交差，谁都不担责任。所以只要武帝不愿意交付虎符，那么这件任务就只能派给庄助。毕竟主意呢是他出的，只有他才有克服困难、完成任务的积极性。那么武帝不给庄助虎符，真实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史料并没有给出答案。不过我们不难想到，如果真的动用虎符，这是大事，大概率上过不了太皇太后这一关。太皇太后是黄老之道的坚定旗手，政治理念是得放手时日便放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如果直接去问太皇太后的意见，那么老人家的说法一定和填坟一样。所以武帝的难题是，必须在不惊动奶奶的前提下，出兵击败明越，解救东欧，让大汉国威于南疆。那么事情到底能不能顺利办成，就看庄助够不够灵性，豁不豁得出去了。还好，庄助既灵性也豁了出去，依然接下了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长安出发，南下会稽郡去了。路途不尽，庄助有的是时间构思行动方案。庄助在政坛呢毫无根基，只是才凭着文章和见解受到赏识，还从没有做过任何业绩。所以这一次如果失败，不但政治前途会彻底断送，恐怕连身家性命都要不保。庄助唯一的优势就是自己家在会稽，对当地的情况知根知底，亲朋好友也多。从这个事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的最高决策是怎么形成的。一个国家是一个复杂组织，并不是一个纯粹理性的、可以准确权衡利弊的个人。皇帝也未必就能牵纲独断。在东欧问题上，庄助的方案比之填坟的方案未必就更加符合汉帝国的国家利益，只是更加符合这个年龄段的汉武帝的性格偏好。但汉武帝不给庄助虎符，也并不是因为这样做对汉帝国的国家利益有什么好处或者坏处，而仅仅是为了减小动作幅度，不至于惊动太皇太后而已。领受这项任务的人，如果不是庄助，而是一个不曾参与决策过程的大臣，那么大概率上他就不会有积极性去想方设法在虎符缺席的情况下完成调兵任务。那么当一个置身事外的旁观者，从是否符合汉帝国国家利益的角度去预判汉帝国会不会发兵援助东欧，又怎么可能判断准确呢？话说回来，当庄助抵达会稽郡，郡守果然呢拒绝发兵。这种情形庄助一路上应该已经在头脑里演练过千百遍了，不用非常手段就无法打破僵局。庄助是准备好了非常手段的，当场斩杀一名军官，挟杀人之威宣讲皇帝之所以不肯动用兵符的理由，应该只是表面理由吧。总之策略奏效，当即由会稽郡在本郡调兵驰援东欧。至于那名无辜的军官，死就死了，是让他在一个不恰当的时间、不恰当的地点，替自己的上级长官惹上了一个不该惹的人呢。
复盘之下，我们会发现庄助的这一步棋走得相当冒险，很可能会稽郡守非但没有被震慑住，反而呢被激怒。而公事公办的话，庄助并没有擅杀朝廷命官的权利，郡守更没有不见虎符就发兵的义务。但不管怎样，庄助毕竟不辱使命，接下来的考验就是用兵的成败了。偏偏明月不给力，看到汉帝国真的发兵了，马上撤退，不打了。不过从战术角度来看，这确实是明智之举。撤军呢，就相当于给足了大哥面子，表示自己这个小弟对大哥是服气的。但汉帝国的军队毕竟不可能长时间在境外逗留，更何况当时的百越之地穷山恶水，宜居程度甚至还不如北方边塞。站在芈月的角度来看，不妨等汉军撤了再来慢慢收拾东欧。当然，芈月想得到的策略，东欧一样想得到，所以东欧提出了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向汉帝国申请，希望可以接纳东欧民众内迁。今天看来，这相当于又给汉武帝出了一个政治难题。一个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和汉帝国大相径庭的国家，要放弃全部国土，把全部国民迁入汉帝国境内，从此做大汉子民，这真的可以接受吗？我们下一讲再见。